太平洋战争第4篇，菲律宾美军已经得到了预警，为何依然迎来珍珠港式的开局？全军退守巴丹半岛，麦克阿瑟如何成功拖住日军5个月？美军弹尽粮绝，只能投降，日军却犯下了害人暴行。前情提要：当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美国军方高层立刻对整个太平洋战区发布警报，战争已经正式爆发。远在菲律宾的美军同样获得了这个致命情报，问题是他们本来有机会先动手。当时驻菲律宾美军由名将麦克阿瑟坐镇指挥，照理说美军完全可以趁日军尚未展开第2波攻击前，率先打击日本在台、菲一带的空军基地，但历史偏偏没有如果。就在犹豫与误判之中，日军战机率先出击，菲律宾美军机场几乎在毫无防备下遭到重创，大量战机在地面直接被炸成火球，还没升空就已经输掉制空权。接下来战局一路崩盘，美菲联军一路撤退，最后退守巴丹半岛，苦撑了整整5个月，弹尽粮绝，等不到任何援军，只能无奈投降。这场投降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投降事件，也成为麦克阿瑟一生中最不愿提起的耻辱。但真正的黑暗还没结束，日军进驻菲律宾后，对战俘和平民展开残酷对待，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的惨剧，成千上万美菲战俘在高温、饥饿与殴打中被迫长距离步行，倒下的人永远也没有再站起来。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画面让麦克阿瑟立下誓言，我一定会回来。那么菲律宾真的只是输在战力不足吗？麦克阿瑟的决策到底错在哪里？日军在菲律宾究竟犯下了哪些足以震撼世界的暴行？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一揭开这场惨败背后的真相。菲律宾的位置很关键，它正好夹在日本控制下的台湾和盛产石油的印尼之间。想要南下作战，日本必须先清除菲律宾的美军。1941年11月，美军在菲律宾驻扎了 1.9 万官兵，但其中有8500人是战争爆发前才刚到的国民警卫队新兵，多数枪炮还是一战时期的旧装备。轻型坦克只有108辆，作战飞机也只有142架。麦克阿瑟不仅是菲律宾美军最高司令，还担任顾问，训练当地军队。可惜开战时只有 1.2 万菲律宾军完成训练，其余11万只能算是装备低劣的民兵。不过美军也不是完全没有底牌，麦克阿瑟非常依赖空军力量，35架 B-17轰炸机可以跨海轰炸日军据点，72架 P-40战斗机性能也比多数日军战机强，加上美国亚洲舰队潜艇也驻扎菲律宾，随时可以主动出击。原本日军大本营计划在突袭珍珠港时同时攻击吕宋岛美军机场，但菲律宾和夏威夷有时差，入侵菲律宾不得不比珍珠港晚1天。更巧合的是，12月8日清晨，台湾南部全是大雾，上百架日军战机满载炸弹却无法起飞。若此时菲律宾美军轰炸机突然空袭，日军机场可能会重演中途岛海战的惨状。当时美军也没闲着，当天早晨 P-40战机已经出动巡逻，克拉克机场的18架 B-17轰炸机也准备好了出击。然而当远东空军司令布里尔顿请示麦克阿瑟先发制人时，后者却认为没有台湾日军情报出击也找不到目标。布里尔顿据理力争，麦克阿瑟才同意下午派出轰炸机。然而命运不站在美军这边，9点台湾岛的浓雾散去，日军飞机迅速升空。11点45分，日军靠近吕宋岛时，雷达探测到他们的轨迹。可惜雷达站紧急呼叫克拉克机场时，值班电报员正去吃午饭。当电话终于打通，所有飞行员也在吃午餐。结果日军轰炸机无人拦截，炸弹如雨点般落在克拉克机场。正准备出击的 B-17瞬间化为火球。这场空袭让美军损失近半空中力量。隔天，海军基地也遭轰炸。亚军舰队主力被迫南撤。17日，最后17架 B-17撤往澳大利亚，从此菲律宾美军彻底失去主动进攻能力，而日军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展开菲律宾及周边地区的入侵行动。虽然12月8日日军就已经掌握了菲律宾北部的制空权，但由于本间雅晴指挥的日军第14军直到12月10日才尝试在吕宋岛发动登陆作战，直到12月23日凌晨2点，日军主力第48师团才成功登陆马尼拉西北的林加沿湾。
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总统奎松闻讯后，急忙下令美菲联军前往迎击。可惜这一方向驻扎的联军战斗力有限，根本难以阻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突击。而当麦克阿瑟集中注意力在林加岩湾时，日军第16师团主力却悄悄在马尼拉东南的拉蒙湾登陆。显然，这是一次南北夹击，意图将美菲联军主力逼入马尼拉，彻底歼灭。不过，麦克阿瑟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看穿了马尼拉周边无险可守，提前在马尼拉湾西侧的巴丹半岛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囤积了粮食与弹药。眼看日军在海空优势下步步紧逼，麦克阿瑟只能下令部队尽可能撤退到巴丹半岛，同时将司令部从马尼拉搬到巴丹半岛南方3公里的科雷西多岛。撤退过程中，美菲联军行动缓慢，还要通过多座容易被日军摧毁的桥梁。但本间雅晴并不清楚美菲联军的真实意图，反而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马尼拉。直到12月26日，麦克阿瑟和奎松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本间雅晴这才意识到美菲联军已经悄然脱身，上演了一出完美的金蝉脱壳。日军于1942年1月2日进入马尼拉，却接到大本营命令，将第48师团和第5飞行集团调往印尼作战，第65旅团编入第14军。1月9日，日军才开始进攻巴丹半岛，却发现麦克阿瑟早已在半岛上修筑3道坚固防线，再加上美菲联军主动收缩阵地，反而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优势。日军付出巨大代价，却连第1道防线纳迪山都啃不动。无奈之下，本间雅晴采纳幕僚建议，派第16师团一个连队绕到美军身后。这一招果然奏效。1月25日，美军被迫撤出纳迪阵地，坚守第2道防线萨马特山。日军强攻失败后，又想出阴招，派小部队沿巴丹半岛西海岸登陆偷袭。可由于不熟悉地形，要么找不到登陆点，要么在丛林中艰难跋涉，反被以逸待劳的美菲联军击败。连续3次失败后，日军只好放弃偷袭作战。到2月初，双方都无力主动进攻，巴丹半岛战局陷入完全停滞。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消灭美军，本间雅晴干脆选择躺平，切断美菲联军对外联系，把他们困死在巴丹半岛。而麦克阿瑟虽然守住了巴丹半岛，局势却并不乐观。支撑美菲联军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原本是美军战前制定的计划。菲律宾美军单独作战3到6个月，等待太平洋舰队掩护陆军来援。然而珍珠港被偷袭，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再加上作战物资优先供应欧洲战场，直到1942年3月，美军仍无法支援菲律宾，10几万美菲联军和平民挤在小小的巴丹半岛上，食物消耗远超预期，许多人只能靠野果野菜果腹。更糟的是药品储备不足。到了3月，奎宁耗尽，疟疾肆虐，美菲联军遭遇了非战斗减员，眼看菲律宾难以挽救。2月20日，美军出动潜艇，将奎松总统一家及政府要员以及美国驻菲高级专员塞尔一家安全送往澳大利亚。随后，罗斯福致电麦克阿瑟，邀请他赴澳洲担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但麦克阿瑟担心，一旦离开巴丹半岛的联军可能立即崩溃，因此一直拖到3月11日才行动。在安排金少将指挥巴丹半岛联军文莱特中将坐镇科雷西多岛后，他才带着17名将领乘鱼雷艇，在夜色掩护下成功离开菲律宾。临上艇时，麦克阿瑟说出了名言：“我还会回来的。”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承诺要等近3年才能兑现。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注意到东南亚其他战场日军几乎都按计划完成任务，唯独巴丹半岛成了钉子户。在大本营和天皇训斥下，本间雅晴派幕僚回东京实报情况，这才让狂妄的大本营意识到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绝非软柿子。随后大本营调兵遣将，第4师团的1个支队，再加上2个连队的精锐部队，以及配备240毫米重炮的重炮连队，陆航第60飞行战队和第62重轰炸战队支援第14军。4月3日，日军开始行动，先用300门大炮昼夜轰击萨马特山防线，随后以第4师团为主力步兵发起猛攻，迅速突破美军阵地。4月8日，最后的马里维莱斯防线告急，金少将无力回天，只能决定投降。但科雷西多岛的美军在温莱特指挥下仍坚持一段时间，因为日军没有出动战列舰，而科雷西多岛装备几十门大口径火炮，
旁边的德拉姆堡炮台更被称为水泥战列舰，上面装有2座双联装365毫米火炮，完全可以同日军战列舰对轰。然而4月19日，科雷西多岛弹药库被日军炮弹击中殉爆，敲响了美军最后的丧钟。5月5日，日军集中最强火力轰炸，并利用夜色成功登陆科雷西多岛。5月6日，眼见大势已去，温赖特只能下令投降。菲律宾其他岛屿的美军也大部分投降。讽刺的是，尽管日军占领巴丹半岛后继续与德拉姆堡炮台交火，但直到5月7日，守军奉命投降，日军仍无法撼动这座水泥战列舰。巴丹半岛和科雷西多岛美军投降，在麦克阿瑟看来简直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和耻辱。几个月后，3名从菲律宾逃出的美军士兵辗转抵达澳大利亚，向麦克阿瑟控诉美军投降后遭受的非人待遇。金少将和温赖特下令投降，本意是为了保全士兵性命，可在以残暴闻名的日军眼里，投降的敌人就是待宰的羔羊。就在投降当天，日军冲进巴丹半岛美军军营，搜刮了士兵所有值钱的东西。第二天，本间亚晴下令把所有美菲士兵从巴丹半岛最南端的马里维莱斯徒步送到120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美菲联军本来特意保存了大量汽车和汽油，供日军运输使用。然而残暴的日军指挥官却勒令士兵全程步行，严禁沿途菲律宾民众提供任何帮助。结果 7.5 万美菲士兵经历了这场长达数天的苦行，只有约6万人活着抵达目的地。麦克阿瑟因此对日军恨之入骨，誓言一定要血债血偿。虽然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军高调宣称要将东南亚从30万白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建立属于亚洲人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实际上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实行极其严酷的统治，高压下的日统区很快就滋生了多支游击队，由当地人和残余美军组成，利用丛林掩护，屡次伏击日军小部队，创造了太平洋战争中最长时间的游击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手搓万物的游击将军温德尔·费蒂格。下集预告：为了掠夺东南亚资源，日军在进攻菲律宾的同时，派出第25军入侵英国控制的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讽刺的是，战前英国将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直布罗陀，还派了2艘主力舰镇守，但仍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1942年2月15日，英军被迫向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乞降。当时只有3万日军，而英联邦军队多达8万，且拥有充足物资，本应完全可守。可山下奉文只靠恐吓和心理战，就让英军举手投降，成为丘吉尔口中大英帝国奇耻大辱的惨败。下一集我们将揭开新加坡沦陷的真相。